如果武汉成为了中国的巴士底狱，那么大清潜伏着的所有危机，都有可能被这个劫字诱发出来。这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已经倒下了，湖南、陕西、江西、山西、云南也接二连三，谁会是下一块啊？谁也不知道。最可恶的是，列强各国驻汉的领事们，竟然纷纷宣布严守中立。他们认为此番革命不是底层作乱，一向温和的立宪党人在武汉也倒下了革命。立宪领袖汤化龙直接加入了叛乱，并通电各省的立宪领袖们纷纷加入革命。西方国家怎么能这么不负责任？这不是黄鹤楼上看帆船吗？他们只关心自己的利益，什么时候对你负过责呀？摄政以来，英国公使给我的唯一建议就是，让我不要杀袁世凯。你明白吗？袁世凯提出的6项附属条件，那是他老袁自个儿提的吗？不，那几乎是西方各国向我亮出的最后底牌。我能不知道，把袁公宝这头老虎放出来，是肯定要吃人的。可你裁缝拦得了吗？拦不了。且不说西方各国，就说咱这院里，多少人给他递消息，买好，以争取自己将来最大的利益。所以说，屠风你想说的，不说我也知道，可我无能为力啊。哥，看你今儿状态不怎么好，早点睡吧。老太太还没睡呢。哦。
没了，说是要等您回来。小妈，什么事儿？你家的孩子也尿床吗？等一下。当然，不过别羞愧，小妈在你这个年纪啊也尿床。那都是怎么治好的？每晚上床念经呀。怎么念？那你跟我念啊。从前有个尿炕王，从前有个尿炕王，一更尿了红绫被，一更尿了红绫被，二更尿了象牙床，二更尿了象牙床，三更尿了鸳鸯枕，三更尿了鸳鸯枕，四更尿了布衫花衣裳，四更尿了布衫花衣裳，五更尿的天刚亮，屋里一片水汪洋，五更尿了天刚亮，屋里一片水汪洋，水汪洋，水汪洋，尿炕王，是吧？尿炕王，尿炕王。母亲，武昌的事儿都怎么样了？糟糕透了。短短几天，湖南独立，陕西独立，山西叛乱夺权，就刚刚一会儿，又收到了云南、江西的高级电报，真正野火一般。哪儿都在告急告急，宛如洪荒末日一般。不是请袁世凯出山了吗？请是请了，但没请动。不满湖广总督的头衔，等于是英昌的副手。没请动。也有人派徐志昌去环上村跟他谈了，带回来6项条件。6项什么条件呢？还是不说了好。6项，哪一项都要你的命。您那王爷有资本拒绝吗？可不是吗？可这6项，说穿了就是要夺权。夺权？他要开国会，要重组内阁，要开放党禁，要宽容革命党，要前方的军事全权。这不是一副重组山河的派头吗？袁世凯这司马昭之心，超然若揭。您那王爷是什么态度啊？我刚刚听说，他已经在找人带你罪己诏了。这个时候下罪己诏？他已经完全没了主张，揽下了一切责任，品德倒是好品德。屁！这个时候谈什么品性？这个时候你不下地狱，谁下地狱啊？这个时候当老好人。哎呀，摊上这么一个主子啊，这往后啊，不定会什么样。扶不上墙啊！难怪他袁世凯咄咄逼人的，他是看透了，非要夺权不可。而你，儿啊，恐怕是萝卜摔跟头，两头不落好啊！已经不落好了。张绍、曾蓝天卫等在滦州兵谏性质严重，这俩要刚好是我的刘氏同学，可不就让人抓着了把柄，说我的用人方针有错。刚刚摄政王要提出，以防万一，凯之的兵权也得拿掉。我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此事。稍有过激，反倒真正逼反了他。儿子，
树叶该掉就得掉啊。总之，鸡公报不报晓，日头照从东山出啊。哪个部队的？报告。统治大人，一辆开往武汉的辎重军列刚刚停进站台，冯标统请示，是否放行？扣下来，所有装备弹药立刻入库，留待我军所用。是。等一下，开始。截留朝廷用于武昌平乱的物资，恐怕扣下来，就这么办。是。报，北京军政府梁相将军来电。念。是。袁世凯正式接受朝廷委任，离征得南下督师，现已到达信阳、北洋总指挥部。北洋我军于今日向汉口发起总进攻，进展顺利。特告。你的袁大人还真好使啊！这刚只是一亮相，便是满堂彩。所以截留南下军需之举，望同志大人慎重啊！慎重？怎么慎重？难道防范山西叛军就不需要辎重后勤了吗？这个责任我来负。属下遵命。同志大人。老袁出山了，凶多吉少啊！立刻联系张绍宗、蓝天卫，咱三个该联手了。明白。混账！前线那帮王八蛋果然是认人的，老袁才出场2天，汉口就拿下了。他这不是打仗，而是在演戏，黑脸红脸都让他一个人唱。想胜则往胜利争，想不胜则往衰里赢。他还上村以养病为由，就把一切的风景给设下了，挟朝廷以压革命，养革命势力，做大以挟朝廷。要么怎么说是枭雄？五爷硬是拿他没辙，这一胜，岂不更加难以约束他了？哎，我载涛，说什么？第6镇第12协李仁俊来电，怎么说？知道了。胆大妄为！发生什么事儿了？第6镇，杨凯之截留运往武昌辎重军列。看来此人真的要与我们分道扬镳了。我早就说过，你屠方不能心肠太软，咱早该拿到他的军权。我不是没有想过要拿掉他，可你想过另外一种局面吗？如果老袁在几天之内解决武汉乱局，携战功余勇突然回师京城，你我手上还有牵制他的资本吗？
那我看这样，咱也下棋。怎么个下法？滦州。滦州张兰二部麻烦未除，咱索性派杨凯之去滦州宣抚二人，这样既稳住了滦州的局面，还能将他杨凯之与第六镇部队调离，以防不测。你也会这鬼道左道？我不傻。马上起草命令。好。喂，是我老七。我听着。我没什么可说的，既然你决定了。那军资府这边我交给谁？好。那禁卫军呢？也好，我照办就是。就这样。怎么回事？五爷已经取消了内阁，取消内阁，也罢免了六爷海军大臣的职位。什么？我军资府大臣一职也给拿掉了，专司训练禁卫军大臣一职暂由我担任，直到新的总理大臣到京赴任。谁是新的总理大臣？还能是谁？袁世凯。我料到会有这一天，只没想会这么快。多芳，我这儿的东西，你瞧上什么尽管拿走，反正也已经不是我的了。喂，这儿已经没有军资大臣了。这是评判吗？这是屠杀！
他冯国璋大肆焚劫汉口市区，血流飘橹，是人干的事吗？南辰，以我的名义致电北京，以杀戮平民罪弹劾冯国璋。凯之，你先冷静一下。不，这是根本立场，必须得发。别这么书生气嘛。书生怎么了？老子就是书生，发。李长官，你可得为我们出头啊！姓杨的那小子，那是要把我们往火坑里带。对呀，袁大人出头了，我们还有什么可怕的？依我看，把那姓杨的给绑了。钱弟兄，你下命令，我们北洋5位右军的老人都听你的。啊，对，你拿个主意吧。事儿是这么个事儿，慢慢的想个更好的办法，就这么硬来。毕竟兄弟一场。你怎么能跟这种人称兄道弟呢？是，李学东，我们不能让杨凯之把我们往火坑里带呀。是，你跟我说什么呀？李学东，你拿个主意吧。他妈再说了，再等等，都给老子滚回部队去！李长官，陆军部直接发电，我第12协指明要您签收。陆军部直接发我？正是。给老子念。陆军部命令第6镇杨统志、凯之接电后立即出发滦州，执行对张绍曾、蓝天卫2部宣抚之责，不得以任何理由推辞。第6镇指挥暂由李仁俊协同代理。此令陆军部。部长，统治大人在滦州的安全就靠你跟兄弟们了。是，请协同放心，我马步洲将以生命捍卫大人的安全。也不至于，他老张老蓝也就是意思意思，要是真反了，还发什么条陈政见？早他妈直扑京城了。要说不放心啊，那就应该是你千里兄了。如今你的袁大人已经如日中天，你的心中应该是又惊又喜吧？10年的赌约就要开奖了。别这样说，统治大人。你说句实话，我杨凯之还能统治你李仁俊吗？凯之，朝廷保留了你第6镇统治职务，我李仁俊于公于私到底认你这老狗？连这都不认了，我李仁俊还是人吗？南辰，哎，听见了吧？千里兄信誓旦旦，你就帮我做个见证吧。好。放心吧，咱哥仨什么关系啊？人生若如初见。仁俊，这话说的多好。驾！看吧看吧，武昌
齐了就成，中午3桌，晚上4桌，这没问题。主公，来一下。帖子都送到了吗？都送到了。武松炮台总官中午没时间，答应晚上过来。巡防一来西馆的打了回票，此人为良乡铁杆，有意疏远我们，不解茬。是因为上次天台买卖？也许，但他的副官愿意晚上过来谈。那也好。如此说来，驻沪所有的军事单位，除了江南制造局守备，都和咱们胡同升级了。也是大势所趋，说是吃饭，但人人心底儿都跟民间似的，不说破。识时务者为俊杰，其实就是一层窗户纸，得有人替他们捅破。如此商团、英士、宋琛他们，就无需再费枪弹了。诸位拿到的子弹，能不想，则最好别想。繁荣的上海，要能不战而胜，符合上海各界的希望。所以，宋琛呐，你那老爹值得我英士钦佩。他决心要在饭桌上光复上海，创意大胆。但是，我等要准备流血，准备牺牲，准备失败。我陈英士一生，历史俱在，站在世间来就是革命，失败了还是革命。我已做好了准备，你们呢？你们都做好了没有？牺牲革命，光复中华！牺牲革命，光复中华！牺牲革命，光复中华！光复中华！光复中华！来，我小解一下，要出虚功。有话回来再说，回来再说。叔父，有新情况了。刚刚武松炮台总官告诉我，南京督署今日曾向在沪所有军事单位发来密证，商团已被定性为叛党，一旦抓获，全数正。你立刻去通知这些和陈姐妹，行动必须提前。明白。爹，英士现在怎么样？劝降失败，被他们扣留了，恐怕凶多吉少。宋琛，你给我听好了，你们不能萎缩在这儿啊！上海已经一日光复，
这是最后的反动堡垒，拿下他！一定要给我拿下他！我们火力不够，人手也不够，我爹。弹药我送来了，我去拿。快去搬弹药！李谢和一名闸北巡警乘水上快船绕开租界前来增援，沪上水师也将乘舢板满载着水兵到达此地。那太好了！你是我宋宝全的儿子，今日之事，乃拿破仑所谓的最后15分钟时也。大局成败，就在你这一勇一怯之间。如果你不敢代替英师出任敢死队队长，那么，你老孙我替你做这个敢死队队长。你快扶护上车去！你儿子现在已经是敢死队队长了。牺牲革命，光复中华！我宋晨今晚抱定一死，你等愿与我同往吗？队长！李俊，带几个人上楼，把机枪手打掉，剩下的人原地准备。是。
臣贼死，想干嘛呀？想学湖北乱党造反是吧？大清走狗，你他妈是不是这么说？说谁走狗呢？谁走狗？周玉峰，你吃的、穿的、用的可都是皇上赐的，怎么着？到我这儿我是走狗，你他妈是英雄，恼了！操你丫！我打一个试试。往后了啊！别他妈给脸不要脸！我抽你！抽老子一个试试！他妈的，你操！你敢跑？打什么？自己人打起来了，成何体统？他骂我是大清走狗，他骂我乱臣贼子。你们是报个兵！杨同志，来我这宣府，你们有什么话，待会儿可说给他听。杨同志，有话要跟大家讲。立正！宣布特使阁下，第20镇标头以上军官悉数到齐，齐宣誓。走。第20镇的军官们，今日我张绍曾要借昔日双龙宝珠勋章的获得者，著名的戍边英雄杨凯之同志的威望，来加强我20镇军官内部团结。共谋大业，不辱使命。佑民，干什么呢？是装了引信的炸弹。速带走！再给我推来！坐好！妈了个巴子！今天谁要是说了妨碍皇上的话，我就用锤子把他给锤了，谁都别想逃出这屋子！你别胡来啊，佑民，杨同志可是朝廷派来的，专属我20镇宣府的。别闹了，统治大人，什么朝廷专使？谁不知道这杨凯之是有了名的老牌革命党啊？我说的没错吧，宣抚使大人？您啊，仔细点说话。我这人性子急。您所说的革命是指什么？哎，怎么问上我了？问你们呢？你们所谓的革命到底是要干什么？所以，你是在胁迫我回答你的问题。就算是吧。好，我回答你。我杨凯之所认为的革命，无非就是要解决2件事情。哪2个？这第一，凡不是中国人，都无权管中国人的事，此为民族精神。那第2呢？凡是中国人，都有权管中国人的事儿，此为民主精神。我没听出来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跟在座的弟兄们又有什么关系啊？妈了个巴子的！谁管我俸禄？谁管我饭碗？都是你们这些书生编排出来的漂亮话罢了。哼！
沉睡的黑夜才会苏醒，千年的迷雾深锁长路，生死前途慷慨奔赴。挥手峥嵘，血洒从容，任翩翩嫣红，人生初见难相逢。挥手峥嵘，我心从容。这一曲苍茫，留下爱的光芒，照亮星空。挥手峥嵘，血洒从容，任翩翩嫣红，人生初见难相逢。挥手峥嵘，我心从容。这一曲苍茫，留下爱的光芒，照亮星空。挥手峥嵘，血洒从容，任翩翩嫣红，人生初见难相逢。挥手峥嵘，我心从容。这一曲苍茫，留下爱的光芒，照亮星空。挥手峥嵘，血洒从容，任翩翩嫣红，人生初见难相逢。挥手峥嵘，我心从容。这一曲苍茫，留下爱的光芒，照亮星空。